好大。Hello， 大家好，我是黄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啊。今天这期短片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刚刚发布的 Redmi 的这个跟 K40一起发布的这台超大的红米的这个电视啊。这台电视呢，尺寸达到了86寸。哎呦 ，K40的广告都来了。之前红米的电视呢，打响旗号的就是那台98的超大电视，当时性价比也非常高。那么这台86的尺寸又挺大，它的具体表现如何呢？不管真体验，小白测评咱们一起来聊一聊。买2手机上小白有品 APP，3天无理由退货，180天保修，原装正品，国行代票，新人专属无门槛优惠券，有手机有电脑，还有各类3C 数码贱货，赶紧搜索上车，各大应用商店均有下载。参数方面呢，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念了，直接打在这块大屏幕上啊。我们说几个比较关键的点啊，因为这台电视呢，它总体的定位啊，其实是和之前小米它大哥啊出的那个82寸的是基本一样的。82寸的，这已经是目前的这个主流电梯呢能够进去的最大尺寸的这个电视了啊。之前呢，这个小米还专门在发布会上讲过这件事情，因为那98的是吧，全小区都知道你们家买了一个超级大电视，得破窗拿这吊车给吊进去，恨不得。这台86的呢，它为了方便安装呢，首先它后边加了2个这个把手，然后在外包装方面，也就是它大盒子方面，采用了一个异形包装的方式，就是有切角的，这样的话呢比较容易进电梯这个斜着。关键参数上的120赫兹的刷新率，然后120赫兹的 MEMC， 然后至于什么杜比世界啊，什么 HDR10加那个 Delta E 啊，什么调色之类的，该有的东西基本上也都算是给你配齐了。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参数呢，就是 HDMI 2.1， 它也是支持的啊，支持这个 4K 加上120赫兹的信号输入。你要是打 PS5 玩游戏机的话，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展示平台的。在基础的这些配置上呢，都是没什么问题的。价格方面，现在我还不知道啊，就是7000元档位，我觉得它是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 Redmi 的电视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也没往高点去猜。估计这时候有些人觉得我这个价格是不是猜的有些低了？毕竟这86这么大个儿是吧？参数方面，针对电视来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参数，就是分区啊。这个在之前电视视频中我也跟大家聊过，小米的那台82的4K 的那个是240分区，它的这个分区是非常多的，就是在那个价位段来说表现已经算是非常好了。但是这台电视它只有90分区，也是它整个基础素质相对来说要差一些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参数，这个要注意一下啊。对于86来说，做90分区啊，确实有点少。这个分区比较少的话呢，这个相对来说就是你的这个控光的这个单个面积会比较大，尤其是在晚上或者说在显示一些深色背景的时候，它的这个漏光啊，或者说偏光的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就比较明显。好的，这个电视比较大，这个可能距离你沙发或者说你客厅的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宽的，你距离比较远，在侧边看的时候、正面看的时候呢都不会太明显。我们想了一下啊，比如说你购买这个86寸这么大的电视，那么你们家的这个客厅得是非常大的，这个房子的面积应该也不会小，对吧？因为86到达这个尺寸之后呢，对你整个放置的这个空间要求呢是非常高的。有一个小的故事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之前呢，这个我爷爷我奶奶这个来我家住的时候，这个我家那个电视是之前索尼的那个15000、16000多块钱买的吧，然后它是75寸的一个电视。年轻人啊，感觉甚至还有点小，或者说就感觉正好放在这个我的那个客厅里边，但是我爷爷我奶奶这个岁数比较大的，他就会觉得看着不舒服，看着有点晕。他们对大电视呢，尤其是岁数比较大的人呢，其实并没有年轻人接受程度那么高。同价位买更大的啊，这个是没错的啊，这我也是认同的。但是呢，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有长辈的话呢，特别大的这种电视，你还是要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然后就是它的这个音箱方面啊，你叫我的太突然了，我刚好呢又路过了。OK，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台电视的这个价格呢，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我盲猜呢，应该会在7000多块钱，7000元这个档位。如果在这个档位来说的话呢，被我猜中的话，它的性价比呢还是非常高的，因为就这个价格，你买到了一个这么大个的一个电视，看着起码还是挺震撼的啊。
但是啊，我也希望你能认清楚，就是因为它性价比比较高，这个面板的这个基础素质方面呢，确实相对来说要一般啊。这个相对于82的那个就非常非常明显了。如果你去线下看的时候，你跟小米那82的直接一对比啊，就非常明显。这个产品的适应人群呢，我觉得应该就是那群预算确实比较有限，然后呢，我的客厅的这个面积呢又比较大，然后我想买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电视，然后享受那种非常巨屏的那种家庭影院感受的这一波人，或者说呢，就是我开电视的次数确实不够多，我买一个特别贵的电视，我一年或者说一周一个月也开不了几次，有点浪费。那么买这个比较大的又比较便宜，看着这个起码装饰作用还是非常强的，这群人也是可以买的。如果要是你家里有老人的话呢，家里有长辈的话，这种特别大的电视还是要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如果你是对屏幕面板的这个基础素质要求比较高的，这个开电视也相对来说比较频繁一些的，那么这个电视我觉得不太适合你。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其他的80多寸的，更贵一些的，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的，这个可能更加适合。OK， 这个就是 Redmi 86寸电视的一个小体验啊。如果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啊，记得3连、点赞、投币。这期视频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更多内容和精彩可以全网搜索小白测评，记得点一下关注，不关注点。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